你也知道我们这几年发生很多事儿嘛，包含投资的失败，哎，就是很复杂。我最难的时候哈，就是有几个月，你考虑到一睁眼要还钱，后来就想说，哎，今天要不去哪儿晃晃，就是这种感觉哈，逃避。后来发现第二天再睁眼，就觉得还是得面对啊，那就好，不用去晃晃了，起来努力吧。我觉得就是来了就解决它。那你现在应该就像做直播这些，应该是这个睡眠时间也很少吧？对，比如说我们会播到半夜，我最长的一次我播了20个小时。天哪！20个小时，播到吸氧，就拿那个氧气瓶吸2口，然后接着播。天哪，太辛苦了。你觉得也值得，因为我喜欢讲话嘛，话又多，我觉得哎这个还行，这挺好的。对，然后我又觉得说，话就像原来比如我做节目的时候，电视节目的时候，我们只是对着镜头说话，就你触达不了就是你真实的观众嘛。但你觉得通过直播，哎，他们能给你评论，能跟你沟通，就此时此刻就是在聊着的。对，我有一次做直播做到半夜2点，就有个女孩进来，就说姐姐，我今天最后一次来听你直播，然后我听完这一次直播，我就以后都不会再来了，吓死给我了！我赶紧我就问他，我说发生什么了？你为什么这么说？然后他就说什么，我就是下面给我打字嘛，就是生活太苦了，我坚持不下去了，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要离开什么的，给我吓得我说你不准这么想啊！我说再苦再累，这是生活给我们的礼物，怎么了？我说我从小我没爹。对吧？我妈把我抚养大，怎么了？我说你看我负债这么多，我每天我压力大的时候，我有时睡都睡不着。我说怎么了？凶器，重新再来过，怕什么？对不对？人家都说我们一手牌打得稀巴烂，我说我没下牌桌，重新发牌，再来过，挺过去，咱就是个汉子，女汉子也是汉子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个女孩真的就是我讲完这些话，她改变了，她就说姐姐谢谢你，然后她就说可能经历了一些家庭的变故。但是听完我讲完这些话，他觉得没问题，他要努力，要坚持下去。就是那一刻，我觉得哇，自己找到了价值感，就是讲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我感觉你其实一直都是那种特别敢于接受挑战的人。挑战来了，那就上吧。我记得我在怀萱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是事业面临一个转折，然后我就问了我妈妈这个情况，你怎么看？我问我妈说，你人生的事业，你这一辈子你都可以去追求它，你都可以去做，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，无论你在任何年龄。但是孩子这个事情，他只能在适当的年龄来到我们的身边。我妈妈当时对我这个话，对我还是挺有那个的啊。我说那好的，我就踏踏实实的就打了报告，回家待产去了。我很想听听，就是这个从1胎到2胎到3胎的这个。我觉得生第1胎的时候，自己都还是个孩子一样的，就感觉不到就是自己当妈妈了。整个过程因为石明哥都在备战嘛，然后生的时候他来了，来了以后呢，他带了个相机，然后就说我要记录孩子的这个出生的这个经典时刻。好，就在那儿等着。好说啊，先生可以进来了，孩子已经可以看了啊。他就进去特激动，咔嚓咔嚓咔嚓一顿拍。拍到后面的时候说，哎，那个大夫能给我们一家3口拍一个吗？大夫说好的好的，拿起相机说，哎，你这镜头盖怎么没取啊？就是前面拍的都是全部没有。然后拿下镜头盖也很紧张嘛，因为人家不能说一直等，说快点快点，说咔嚓开了一张，还是曝光不足，黑漆吧漆的。然后我儿子3天以后我们就离开医院嘛，抱出来到了家里，然后我老公说，哎，好像他在哭哎。我说那可能是要换尿不湿了。我老公说好的，然后我们2个就是开始换尿不湿，把脏的尿布取下来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儿子呜就出来了。我老公说快快快，新的尿不湿在哪里？就是手忙脚乱。对，其实如果你们真的学，你就会知道，先要拿个新的垫在下面，把上面旧的扯走，新的马上就换上。然后我俩是把新的给它扯下来，空着是吧？对，空着去找一个新的，拿手机，哎呀，历历在目，我们这个爸妈做的。但我觉得这些记忆也很好。对对，就是没什么经验那时候，太年轻了。哎呀，但是小孩长这么大，这个心里面应该很快乐吧？就感觉现在可以专心搞事业，挺快乐的，就是会觉得，
不管你再累，亲爱的，你再有压力，你觉得再苦再不开心，你回去看到孩子，他一个笑，妈妈，哇，你觉得天都放晴了，还可以再战斗。对我又有能量了，就那种感觉。天哪，你还有三个笑容，也有3个打闹的时候，哗啦哗啦的打。哎，是会哈，男孩子间是会打的有点。而且我和我老公的养娃的原则哈，就是丛林法则。因为我们家3个儿子，就是我们家里没有说哥哥你必须得让弟弟，弟弟因为你小，你应该被照顾，所以你可以等着，就是哥哥们来照顾你，并没有。我说以后你们到社会上不会因为你年龄小被照顾，也不会说哦你来的没人看你年纪小岗位上时间长一点，你就得让着别人。我说什么东西都得公平竞争，对吧？我说你就是做好自己。所以我们家就是哥哥到现在他会照顾弟弟，是他到这个年龄他意识到这是我发自内心我想去照顾，而不是爸爸妈妈要求我。有时候所以有时候我抱我们老大，我说哎呀你今天学习累了，我们老3就在旁边，我有点吃醋哦。特别可爱，非常直接的表达自己的情绪，非常好。那天我们从成都回来嘛，人家司机在前面开车，我老公坐前面，然后我儿子坐我旁边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你们看看窗外景色啊，眼睛休息一下。然后我老公在前面就打游戏，玩游戏，然后我儿子就说，拍拍我，妈妈，爸爸，他不休息，哎，他没休息。然后我说，哎，爸爸，手机放一下，然后我老公就调皮嘛，他说哦好的妈妈，他就这样。然后我们老3马上说，哎，你怎么能喊他妈妈呢？对，你应该喊他老婆呀，她是我的妈妈。你知道喊妈妈什么意思吗？然后我老公在那儿哑口无言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个司机都笑了。然后我儿子说，喊妈妈就是生你的意思，你这么大一坨，他怎么能把你生下来的？然后我儿子一本正经的哈，然后我坐在旁边，我也没说，他说。你的小名叫什么？我说莹莹。哦好，你叫她老婆，你也可以叫她莹莹，但你不能叫她妈妈啊，明白了吗？跟我老公教育一个劲儿说，跟我老公笑的，哎呀，好玩，好热闹。你也会热闹起来的，亲爱的。其实我也很喜欢家庭很热闹。可以多生几个。但我又感觉这个好像难度有点超纲了。好怕把自己的一切的人生都砸进去了，为了养小孩。我懂你的意思，拖住，然后事业没做好，完了之后，小朋友，我觉得小孩是有阶段性的，当他刚出生的时候，需要你这个去照顾他吃，对吧？对，住他行都行不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投入可能时间是要相对多的，然后我觉得在他们读小学1年级的时候、2年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需要花一点精力。就但凡他们到一个转折点的时候，你可能稍微要给他们助力一下。但是吧，在育儿这个事情上，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哈，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一本天书，都有他自己的生命之书。就是我们父母啊，只是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，至此以后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他是独立的个体，我们也是独立的生命个体。我们能做的只是辅助。其实你会发现，孩子自有他要走的路，对，要走的路，自有他的精彩。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、包容，然后支持，无条件的去爱，就可以了。哇，每一项感觉都是一个很新的挑战和体验。就是你相信他，因为我总说，其实孩子是我们的老师。我觉得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每一个人，就是生命会越来越先进，越来越进步。那我相信我的孩子比我进步，比我先进，所以我有时候还会在他们身上，我觉得学到很多知识，学到很多就是我自己就是原来不了解的盲区，就是我觉得挺好的。那你们家小孩现在会跟爸爸妈妈跟谁聊得多一些？不聊，跟我可能稍微多一点吧。因为我可能近一点，管他们的所有的事情，学校啊，然后他们的运动爱好啊，朋友，他们的朋友，就轩轩的朋友，我都喊我姐姐，就我都跟他们玩的。那你跟他们相处真是挺好的。还可以，我把我儿子当朋友呗。这个好像也是我们这一代有了小孩才会产生的。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真的能有一些朋友关系，能有的聊。我现在就是处于一个我感觉跟父母没什么可聊的，有时候感觉就是大家安静的坐在家里，各自玩手机，
只有我老公在努力的找话题，挺尴尬的。我不知道你跟你妈妈，就你们俩之间，你觉得能聊的话题多吗？是不是能聊小孩也是挺好的一个话题？聊小孩比较多一点，现在比以前多，以前很少，是吧？我觉得家长有些时候特别催促孩子想要一个小孩，可能也是他觉得小孩是一个新的话题，小孩是跟你和我都有关系的事情，我们就有的聊。还有一个就是，我觉得可能我们大了以后离开父母，你看我们去读书，对，去工作，所以可能等我们真正的开始有更多的这个自我意识，觉得开始要体味生活的时候，其实跟父母在一起的并不多。对，我觉得接下来可以跟父母更多的一起体味生活，那也可以有很多共同话题，你比如说我有很多朋友。孩子大了，出去读书了，那他们也跟父母在一起，一起去旅行啊，一起吃一些好吃的食物啊，打卡一些餐厅啊，我觉得也挺好的，也是一种方式。确实，你说跟父母没得聊，可能也是因为长期就没生活在一块儿，然后因为我们也不跟他们沟通那么多，所以其实他们跟我们也沟通起来也挺困难，因为就是没有共同交集了嘛，除了血缘关系之外，他们对我们的了解太少了。所以尝试着对，多创造一些交集，对，创造一些交集。孩子是其中一个，但不是唯一，还有很多。我跟你讲，我是没有爸爸，就是我从小我2岁我爸妈就离婚了，而对我的打击其实影响是蛮大的。但是我和我老公结婚以后，我觉得我也非常感恩我婆婆和我公公，尤其是我公公，就是我肚子挺大了，就是我去哪儿他都帮我开车。怀轩轩的时候，早上起来他会给我煮2个鸡蛋，就是那个水煮蛋。然后后来轩轩生下来上幼儿园，他也要送轩轩去幼儿园，什么接送。然后我就觉得我公公人特别特别好。然后我也没有叫过别人就是什么爸爸之类的，开口叫他说是爸。然后我因为生老3的时候我大出血，就是很危险，就半条脚都胎动过中断了。结果那个时候是我公公最病危的时候，然后我生完我儿子还没出月子，然后呢，我就跟我老公说，我说你抱去给爸爸看一看，然后我公公说不用不用，他说我现在身子不好，所以他连最后走他都没有见到我们家老3，就觉得哎，人生真的要珍惜当下。所以你说，动力是什么？动力就是我们希望把身边的人都照顾好。我们2个人成了好朋友，聊成了这个样子，我的妆。来，亲爱的，没事，还好。哎呀，其实因为我的工作就给人讲笑话嘛，所以其实但我是一个情感非常脆弱的人，我笑点和哭点都非常低。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很开心，今天感谢莹姐请我吃饭。没有，在上海真的我们互相照应，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你随时说。尤其是带娃娃这个事儿，好，随时，亲爱的，不见外，不见外。行，我之后来找你玩。谢谢姐请我吃饭啊，没事，亲爱的，谢谢姐，很高兴认识。哎呀，很开心认识你，亲爱的。拜拜，下次见姐，下次见，拜拜。